有些人被騙了10年，最後恨的不是騙子，而是那个告訴他真相的人。为什麼？因為騙子騙的是錢，真相毀掉的卻是他過去10年的自己。人最可怕的能力，從來不是騙別人，而是騙自己。被騙的人，總有醒來的那一天；自欺的人，往往一輩子都醒不過來。校服裡收錄了595個笑話，可馮夢龍真正想寫的，從來不是笑話，而是一群明明已經看見真相，卻死活不肯承認的人。因為人最大的毛病，從來不是被騙，而是不肯面對真實。400多年前，有個人把這種人全都記了下來：騙子、裝懂的人、死不認錯的人、被騙以後還拼命替騙子解釋的人，一共595個。他沒有講大道理，也沒有教你成功學，他只是把這些人放在那裡，讓你自己看。結果看着看着，你忽然發現，原來被笑的那個人就是自己。這個人叫馮夢龍，很多人知道他寫3言，卻不知道他晚年編過一本更狠的書，叫《笑府》。名字像笑話集，其實更像一本人性病歷，因為裡面每一個笑話，最後笑到的都不是別人，而是我們自己。馮夢龍在《笑府》序中有個意思特別深：笑能讓人看見毛病，卻未必能讓人改掉毛病。用今天的話說，笑可為藥，卻未必能治病。第一次讀沒什麼感覺，後來年紀越大越發現，這句話說的根本不是笑，說的是人性。因為很多人明明已經看見了真相，卻還是選擇繼續騙自己。下面這個故事講的就是所有騙局的起點。宋朝臨安城北門有個賣熟肉的，叫孫三，他養了一隻貓，他每天都在告訴別人，這隻貓全城只有這一隻，誰偷了它，就是要我得命。他說的特別認真，天天說，月月說，鄰居聽得心裡發癢。到底什麼貓這麼金貴？可誰也沒見過。直到有一天，貓正拖繩子跑進院子，鄰居終於看見了，滿身通紅，連尾巴都是紅的。所有人都信了，因為稀有是最容易讓人相信的東西。消息越傳越遠，後來甚至傳進宮裡。一個太監派人來買，孫三死活不賣，來一次拒絕一次，來2次拒絕2次，最後磨了很久，300千錢成交。孫三抱着貓大哭，回家又把老婆打了一頓。所有人都覺得他是真捨不得。結果半個月後，紅貓變成了白貓。後來才發現，這根本不是稀有，只是染出來的假稀缺。貓是假的，稀有是假的，捨不得也是假的，連那2頓打老婆都是演出來的。讀到這裡，大部分人都會笑，覺得孫三聰明，太監愚蠢。可如果你再往下想一步，你會發現，太監真的那麼容易被騙嗎？未必。真正讓人上當的，從來不是騙局，而是人心裡的貪念。因為所有騙局都有一個共同點，他們先滿足你的慾望，再收割你的判斷。直播間裡只剩最後100單，房產中介說明天就漲價，賣課的人說這期結束永久下架。套路變了嗎？一點都沒變。你以為自己買的是商品，其實買的是錯過的恐懼。你怕的從來不是買貴，你怕的是別人有而你沒有。所以很多人最後不是輸給騙子，是輸給了自己的慾望。人一旦特別想得到什麼東西，智商就會自動替慾望讓路。很多人以為自己是在做判斷，其實只是在給自己的貪念找理由。400年前是紅貓，400年後是流量，但人還是那個人。心理學裡有個詞叫稀缺效應，越稀缺越珍貴，
越珍貴，越容易失去理智。孫三真正賣的不是貓，而是太監心裡那個別人沒有，只有我有的幻覺。可這個故事最狠的地方還不在這裡，最狠的是，貓褪色以後，太監會怎麼辦？承認自己被騙，還是繼續告訴別人，這是一隻稀世珍品？很多時候，被騙並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發現被騙以後，你已經捨不得承認了，因為承認被騙，等於承認自己愚蠢，而人最難接受的，恰恰是真實的自己。所以這個故事講的不是騙局，而是自欺。而下一個故事，講的正是一個專門騙自己的人。南京城裡有個賣藥的，車上供着一尊觀音像，誰來求藥，他先問病情，再把藥丸放到觀音手裡。如果藥丸停住不滾，就說菩薩點頭可以吃；如果滾下來，就說要原味道。靠着這一手，他每天賺得盆滿缽滿。一天，一個年輕人在旁邊看了整整一天，一句話沒說。等人散盡，他忽然請賣藥人喝酒，酒足飯飽，年輕人起身就走，掌櫃居然也不開口要錢。第二次如此，第三次還是如此。賣藥人終於忍不住了，追出去問他到底用了什麼法子。年輕人笑了笑，說咱們交換如何？賣藥人覺得遇到了高人，只好坦白，那觀音手裡藏着磁石，藥丸裡摻了鐵屑，所以才能停住不動。年輕人聽完哈哈大笑，說我這邊更簡單，酒錢我早就提前付過了，只是和掌櫃約好別出聲而已。看到這裡你會覺得有意思，一個騙香客，一個騙子。可校府真正想寫的從來不是騙局本身。賣藥人覺得自己聰明，所以能騙別人；年輕人覺得自己更聰明，所以能看穿別人。可他不知道，自己恰恰掉進了另一種局裡。現實裡這樣的人太多了。飯局上那個總能巧妙逃單的人，公司裡那個最會甩鍋的人，直播間裡那個天天揭露別人套路，最後自己賣課的人，他們最大的特點是什麼？總覺得別人傻，只有自己清醒。心理学上有個詞叫優越錯覺。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比平均水平更聰明、更理性、更不容易被騙。可事實往往相反。一個人最容易掉進陷阱的時候，不是在無知的時候，而是在自以為看透一切的時候。你笑賣藥人裝神弄鬼，可你有沒有發現，有時候你也一樣。別人被營銷收割，你冷笑；別人被情感操控，你不屑；別人踩坑，你覺得自己絕不會犯同樣的錯。可真正讓人栽跟頭的，從來不是愚蠢，而是我絕不會愚蠢這個念頭。很多人能識破別人的騙局，卻識不破自己的傲慢。很多人能看清別人的問題，卻永遠看不見鏡子裡的自己。這個故事講的是看穿別人的局，但更可怕的是連自己都看不穿的人。下面這個故事才是真正的人性死角。他幾乎什麼都算對了，唯獨漏掉了一個人，他自己。有個人落水了，他兒子在岸上急得直跳，正好一個船夫路過，兒子連忙喊救命。船夫說救人可以，先講好價錢。兒子說你要多少？船夫說1000銀子。兒子一聽急了，說5分，只給5分。船夫搖搖頭不肯。两個人就在岸上吵起來了，一個說必須1000，一個說最多5分。旁邊的人越聚越多，都看着水裡那個人在撲騰。就在這時，落水的人忽然從水裡探出頭來，拼盡最後的力氣朝岸上喊了一句我兒我兒，5分便救，1000莫救。喊完又沉下去了。讀到這裡你會笑，命都快沒了，還在計較那5分錢。可你別急着笑他，這不是摳門，是一種比摳門更可怕的東西。哪怕到了生死關頭，他也不肯承認自己錯了。他明明可以喊一句1000就1000，快救我，但他沒有。他選擇先糾正兒子的錯誤，因為對他來說，承認5分錢救不了命這個事實
比淹死還難受。他要的不是活命，是要證明自己是对的。你有没有見過這樣的人？明明投資已經虧了 80%， 還在補倉；明明項目已經黃了，還在往裡搭錢；明明關係已經爛透了，還在說再堅持一下。他不是不知道情況有多糟，他是已经輸不起了。因為一旦停下來，一旦認錯，之前所有的付出就全白費了。他承受的不是金錢的損失，是承認自己從頭到尾都錯了的那种崩塌。寧可繼續輸，也不肯認賬；寧可整個沉下去，也要在沉下去之前喊出那句5分便救，1錢莫救。他拼的不是命，是那個不願崩塌的自己。有時候毀掉一個人的不是第一次犯錯，而是他後來花了10年時間證明自己沒錯。你笑這個人摳門，可你有沒有算過，你為了證明自己沒錯，付出了多少代價？這就是沉没成本最殘忍的地方。它不是讓你輸一次，是讓你為了不承認輸，繼續輸第2次、第3次，直到把自己徹底掏空。你第一次犯錯的時候，其實還有機會回頭，但你選擇了不認，然後為了維持那個不認，你開始投入更多，越來越多，多到你再也回不了頭。到那時候，你不再是為了贏，你只是為了不讓自己變成笑話。下一個故事講的是一種更深的習慣，被傷害到連憤怒都忘了是什麼感覺。有個醫生把病人治死了，家屬死死揪着不放。醫生怕事情鬧大，只好答應出錢幫忙殮葬。家屬又怕他半路賴賬，於是派了一個僕人全程跟着。一路走到橋上，醫生忽然停下腳步，趁僕人不備，一把抱起屍體扔進了河裡。證據就這麼被水冲走了。僕人大驚失色，跳着腳喊：你怎麼把我家小主人扔了？誰知醫生一點不慌，慢悠悠抬起袖子，編了一個極其荒唐的謊言。他說：急什麼？你家那個在這裡呢。讀到這裡，所有人都會笑。可笑完以後，你会發現後背有點發涼。因為最荒唐的其實不是醫生，而是那個僕人。唯一的物理證據被扔進河裡冲走了，僕人的第一反應竟然不是大喊殺人滅口，不是高喊天理何在，而是委屈地質問你騙我。注意這個區別。面對已經徹底完蛋的殘酷真相，他竟然沒有反抗，反而試圖去糾結對方是不是在糊弄自己。他已經習慣被欺騙了，習慣到連憤怒都沒有了。他考慮的不是对錯，而是自己的差事怎麼交代。只要醫生隨便編個漏洞百出的借口，他就能繼續糊弄過去。現實裡這樣的人比騙子更多。公司裡那個被老板花了10年大病，眼看公司要倒閉還在等上市分紅的老員工，感情裡那個被傷害無數次，眼看對方已經出軌還在替對方找理由的人，被朋友借錢不還一次又一次，卻仍然相信下次一定会還的人。他們不是不知道證據已經沒了，而是已經習慣了裝糊塗。心理学上有個詞叫習得性無助。當一個人長期處於被操控、被欺騙、被壓制的環境裡，他慢慢就不會反抗了。他甚至不再追求公平，只求能有一個荒唐的借口讓自己繼續逃避現實。你笑這個僕人愚蠢，可仔細想想，我們有沒有過這樣的時刻？明明知道一段關係有毒，卻捨不得離開；明明知道一個項目有問題，卻不敢退出；明明知道自己正在被利用，卻安慰自己再堅持一下。因為看見真相需要勇氣，接受真相更需要代價。很多時候，人不是被別人騙住的，而是被自己的僥倖心理困住的。騙子最厲害的地方，不是讓你相信謊言，而是讓你不敢面對事實。金句只有一句：最深的控制，不是欺騙你的眼睛，而是讓你失去懷疑的能力。到這裡，故事已經從做局走到了看不見自己，又走到了看見卻不願承認。可校服接下來要揭開的是更深的一層。有人不僅騙別人，也不僅騙自己，他甚至把荒唐活成了真理。下面這個故事講的就是這樣的人。這還是被動的麻木，下面這種是主動的。
有個人叫任田同，請朋友吳中巧吃飯。帖子上寫某日某時半滷後續，吳中巧看了半天，不懂什麼意思。到了那天赴約，桌上只有一碗魚，從頭到尾沒別的菜。吳中巧實在忍不住了，問還有什麼菜嗎？為什麼不一塊上？任田同大笑，帖子上寫的是半滷，滷字上半是魚。我照帖請你，有什麼話說？過了幾天，吳中巧回請任田同，帖子上寫的也是半滷。任田同去了，院子裡擺着桌椅，一盤菜也沒有。大太陽底下坐着，曬了半天，任田同受不了了，問酒菜在哪兒？我真餓了，就算是半滷的魚我也吃啊。吳中巧大笑，你上次請我的是上半滷魚，我今天請你的是下半滷日，你多晒会儿吧。你笑了嗎？你笑，这两个人用拆字游戲互相捉弄。但你想過沒有，那個收到帖子的人明明看不懂半滷是什麼意思，卻硬撐着去了。他怕丟面子，他怕一問就顯得自己沒文化，他寧可餓着肚子曬着太陽，也不肯開口問一句你到底什麼意思。你身邊有沒有這種人？那個收到一個莫名其妙的會議邀請，明明不知道要討論什麼，卻點頭說好的收到的同事。那個在群裡看到一個縮寫，完全不懂什麼意思，卻跟着發+1的人。那個領導說了一個新詞，所有人都在點頭，只有你一頭霧水，你選擇跟他們一起點頭的你。他不是不想問，他是不能問。因為在這個環境裡，問等於你不配坐在這裡，問等於暴露，問等於承認自己不夠格。所以他選擇了不懂裝懂，然後硬撐下去。馮夢龍把這個人的沉默記下來，不是為了笑他，而是讓你看見一個人是怎樣把不懂2個字硬生生咽下去的。這是你今天在無數個會議、無數個飯局、無數個工作群裡每天都在做的事。你沒問，你咽下去了，你點了個頭，然後你繼續坐在那裡，像那個曬着太陽的人一樣，等一個你永遠等不到的答案。這是個關於裝懂的故事，但比裝懂更深的是一個人寧可受苦也不肯承認自己不知道。你寧可被曬死也不肯問這到底是什麼意思，因為承認我不知道比承認我餓了更難。成年人的很多痛苦不是因為無知，而是因為明明無知卻要假裝自己什麼都懂。比承認我錯了更難，比承認我被騙了更難。它直接指向你最深的那層恐懼，我不配坐在這裡。你笑這個對着半滷2個字琢磨半天的人，其實你在笑你自己，因為你每天都在做類似的事，在一個你並不完全理解的系統裡，假裝你是它的一部分。你不問，你點頭，你撐下去。而那個收到半滷帖子的人後來怎麼樣了？馮夢龍沒寫，他只寫了他在太陽底下坐着。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站起來，你只知道他一直沒有問。這就是校服最殘忍的地方，他不給你結局，他只讓你看見自己坐在那裡的樣子。比裝懂更可怕的是一種人，他們什麼都不做，卻能讓所有人覺得他們最可靠。下一個故事講的就是這種人。有個人記性特別差，差到什麼程度？一天他拿着刀去竹園砍竹子，走到一半忽然內急，於是把刀放在地上，跑到旁邊出工。等他舒服完站起來，看着滿園竹子，忽然嘆氣，家裡正缺竹子用，可惜今天忘了帶刀。正發愁的時候，低頭忽然發現地上躺着一把刀，頓時喜出望外，天助我也，這裡竟然有把現成的刀，於是撿起來準備砍竹子。結果剛走2步，又看見地上那堆自己剛拉的東西，當場大怒，什麼缺的東西竟然隨地出工，差點髒了我的鞋。讀到這裡，誰都會笑出聲，自己的刀不認識，自己的屎也不認識，世上怎麼會有這麼蠢的人？可你仔細想想，他真的不認識嗎？那把刀是他剛放下的，那堆東西是他剛拉出來的。問題不是看不見，而是不願意認，因為只要認了，責任就回到自己身上了。
現實裡這種人是不是更多？項目失敗了，是市場不好；婚姻破裂了，是对方不懂自己；投資虧錢了，是大環境有問題；孩子沒教育好，是學校的問題。永遠都是別人，永遠不是自己。心理学上把这種现象叫自理歸因，好事都是我的功勞，壞事都是別人的責任。於是慢慢的，一個人會活成什麼樣？活成自己人生的旁觀者，功勞全歸自己，錯誤全部外包。可這樣的人有一個共同結局，他永遠成長不了，因為成長的前提是承認問題屬於自己。你笑這個人連自己的屎都不認識，可很多時候我們又何嘗不是如此？明明問題是自己造成的，卻總在尋找一個更舒服的解釋。人不是記性不好，是只記得對自己有利的部分。真正可怕的不是犯錯，而是把每一次錯誤都解釋成別人的問題。因為這樣的人看起来永遠是對的，但人生會替他承擔所有後果。很多人以為逃避責任已經夠可怕了，其實還有一種人更厲害，他們甚至不用解釋，也不用甩鍋，因為他們從一開始就什麼都不做。下面這個故事講的就是這樣的人。有個醫生的兒子，學問平平，資質普通，誰也沒想到竟然中了狀元，全城轟動，連他自己都不敢相信。於是晚上跑到城隍廟求夢，夢裡神仙告訴他，你能中狀元，不是因為你有本事，而是因為你父親積了大陰德。他更加疑惑了，我父親就是個普通醫生，哪來的大陰德？神仙回答，因為他雖然當了一輩子醫生，卻從來沒有用過藥。讀到這裡，你肯定笑了，一個醫生從來不開藥，居然還能積陰德。可你仔細想想，這背後其實藏着一個更荒唐的邏輯。一個從來不用藥的醫生，為什麼還能成為名醫？只有一種可能，那就是所有人都覺得不用药反而說明他高明，於是慢慢的，不作為變成了穩重，沒主見變成了成熟，不承擔責任變成了情商高。現實裡這種人你一定見過，那個永遠不表態的領導，無論項目成功失敗都和他沒關係；那個永遠不做決定的人，無論結果如何都輪不到他背鍋；那個看起來從不犯錯的人，其實只是從來不做事。公司裡最穩的人，往往不是最有能力的人，而是那個從不拍板的人。方案成功是團隊厲害，方案失敗是執行出了問題。他永遠站在安全的位置，永遠沒有風險，也永遠沒有功勞。心理學上有個現象，叫風險規避。很多人不是能力不足，而是害怕承擔後果。於是最安全的辦法就是永遠不出手，因為不出手就不會犯錯，不犯錯就能維持靠譜的人設。可問題是，一個從來不犯錯的人，往往也是一個從來創造不了價值的人。很多人的人生就是這樣：20歲怕失敗，30歲怕失業，40歲怕折騰，50歲怕變化，最後一輩子什麼都沒做，卻安慰自己活得很穩。你笑那個不開藥的醫生，可你有沒有發現，有時候我們也在用不行動來保護自己，只是代價太大了。金句只有一句，有些人最大的本事不是把事情做好，而是永遠不用为任何事情負責。這個故事講的是逃避行動，而接下來這個故事講的是一個連夢都能拿來還債的人。但他還不是最可怕的。有些人什麼都不做，有些人卻天天在說，說得越多，離行動越遠。一個欠債的人被債主堵在門口催債，債主說，欠的錢什麼時候還？他嘆了口氣說，怕是還不了了，昨晚我做了個夢，夢見自己死了。債主笑了，說，夢和現實相反，夢見死反而說明你能活得長。誰知欠債的人又補了一句，我還做了第二個夢。債主問什麼夢？他說，
我夢見自己已經把錢還給你了。說完攤開雙手，一臉無辜，仿佛事情已經結束了。你甚至能想象他那個表情，好像在說，我夢裡都還了，你還想怎麼樣？讀到這裡，你會覺得這個人无賴。可仔細想想，他真的只是騙債主嗎？未必，他說这種話說得太久了，說到最後連自己都信了。他用承諾代替行動，用態度代替結果，用我知道代替我做到。現實裡這種人其實很多，那個天天說下個月開始減肥的人，體重一年比一年重；那個天天說準備創業的人，5年過去還在準備；那個總說改天請客的人，改天永遠不會來；那個總說我心裡有數的人，心裡的數從來沒有兌現過一次。人不會立刻改變，而是先給自己一個說得過去的理由。當行動跟不上理想時，理由找得多了，謊言就成了現實，到最後他甚至不覺得自己在逃避。你發現沒有，人最大的本事不是騙別人，而是騙自己。因為別人騙你一次，你會警覺；自己騙自己1萬次，你卻毫無察覺。他說的不是未來，而是用来安慰現在的自己。欠債的人以為一個夢就能糊弄過去，可接下來這個人才是校服裡最扎心的一刀。他連夢都不需要，他直接給自己造了一個現實。因為他已經輸到不敢承認自己輸了。商繼子喜歡玄學，帶着錢四處尋找得道高人，只要看見頭戴皇冠的道士，就恨不得當場跪下磕頭。一天，一個騙子盯上了他，騙子把自己吹得神乎其神，說能帶他尋大道見真法。商繼子一聽，當場拜師。從那以後，他天天追着騙子問什麼時候傳道，騙子總說時機未到。後來兩人來到江邊，騙子忽然指着船上的桅杆說，道就在上面。商繼子激動壞了，連忙問在哪裡。騙子說，你自己爬上去找。商繼子二話不說，把錢袋往船板上一扔，抱着桅杆就往上爬。騙子在下面不断拍手，再高一點，再高一點。商继子越爬越高，直到爬到最頂端，再也沒有地方可以繼續往上。他抱着桅杆愣住了。忽然之間，他像頓悟了一樣，大喊一聲，我明白了，道就在實處，路到盡頭便是真路。他在上面激動得手舞足蹈。與此同時，騙子拎起他的錢袋，轉身就跑。等商繼子從桅杆上下來，騙子早已不見蹤影。旁邊的人急得直跺腳，對他說，你被騙了，那根本不是你師傅，他把你的錢全拿走了。商繼子卻連連搖頭，不是騙子，那是我師傅，他拿走我的錢也是為了點化我。你看到這裡會笑，笑他愚蠢，笑他執迷不悟。可你停一下，你真覺得他不知道自己被騙了嗎？也許從騙子跑掉的那一刻，他就已經知道了真相，只是那個真相太疼了。承認自己被騙，不僅意味着失去錢，更意味着承認自己眼光差，判斷錯，跪錯了人。所以他寧願相信一個更荒唐的解釋，也不願接受一個簡單的事實。心理學裡有個詞叫認知失調，當現實和信念發生衝突時，人往往不會修改信念，而是修改解釋。於是騙子變成了恩師，損失變成了學費，受騙變成了成長。很多人以為騙子最厲害的本事是撒謊，其實不是，騙子最厲害的本事是讓你主動替他圓謊。當一個人開始替騙子解釋的時候，騙局其實已經結束了，因為騙子已經不需要騙你了，剩下的工作你會替他完成。真正高級的騙局，從來不是讓你相信一句謊話，而是讓你把整個人生都活成那句謊話。騙局最高明的階段，從來不是你相信騙子，而是你開始保護騙子。從那一刻開始，他已經不需要控制你了，因為你变成了他的帮手。傳銷是這樣，情感操控是這樣，投資騙局也是這樣。最可怕的控制，從來不是別人控制你，而是你開始替別人控制自己。你有沒有見過這樣的人？有人被傳銷騙光積蓄，還在朋友圈宣傳商業模式；有人被情感操控多年，還在感謝對方讓自己成長；有人明明買錯了房，投錯了項目，選錯了伴侶，
卻拼命證明自己的選擇是對的。因為很多人不是輸不起，而是承認輸不起。很多人不是不知道自己被騙，而是知道了也不敢停。這個故事講的不是受騙，而是認知失調。他不是在堅持，是在拖延承認自己錯了的那一刻。講到這裡，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？校府最可怕的地方，不是裡面的人很蠢，而是裡面沒有壞人。孫三覺得自己沒錯，商繼子覺得自己悟到了，欠債的人覺得自己總有一天會還，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對的。所以真正毀掉人的從來不是惡意，而是自欺。校府裡的這些人越來越不像別人了，他們開始像你，像我，像每一個活在現實裡的普通人。下面最後一个故事，我們不講笑話了，講那個把這些笑話記下來的人。那記下這些故事的人呢？馮夢龍自己笑到最後了嗎？年輕時的他以為故事能改變人，後來發現連時代都改變不了。可到了晚年，他親眼看着一個時代崩塌，甲申國變，崇禎自縊，明清易代之後，許多書稿散失，許多文字輾轉流傳，他只能托朋友保存書稿，能留下一本，就多留下一點火種。可即便如此，他還是沒能改變時代的方向。關於他的死，史書甚至沒有一個確定答案。有人說他殉國，有人說他死於亂軍，還有人說他隱姓埋名，不知所終。一個寫盡人間故事的人，最後連自己的結局都沒有留下。也許在生命最後的日子裡，他曾翻開校府，重新看了一遍那些故事，那些做局的人還在，那些裝懂的人還在，那些不肯認錯的人還在，那些騙別人也騙自己的人還在。可明朝已經沒了。直到那時，他終於明白一件事，笑只能讓人看見問題，但不能讓人離開問題。所以他在序言裡寫下了一句極重的話：笑是藥，但不能治病。因為道理從來不缺，缺的是承認自己也在故事裡面的人，承認自己也在故事裡面。這不是一句喪氣的話，恰恰相反，這是他看透人性之後留下的最後慈悲。他知道人不會因為聽懂一個道理就改變，不會因為看完一本書就頓悟，更不會因為笑過幾個笑話就脫胎換骨。但至少當你下一次準備騙自己的時候，你會突然想起這些故事；當你準備為錯誤找借口的時候，你會突然想起那個夢裡還債的人；當你準備為失敗編造理由的時候，你會突然想起那個抱着桅杆悟道的商繼子。人最大的愚蠢從來不是愚蠢本身，而是不肯面對真實。而所有成長的開始，恰恰都是從面對真實開始。清醒未必能讓你贏，但能讓你不再自己騙自己。馮夢龍留下的從來不是500多個笑話，而是一面鏡子。鏡子能讓你看見自己，但不會替你走出來。講到這裡，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？校府裡的這些人看起來各不相同，可最後都走向同一個地方，逃避真實。孫三在騙別人，商繼子在騙自己，欠債的人在騙未來。可說到底，他們騙的都是同一個人，自己。因為承認真相很疼，承認被騙要推翻過去的自己，承認選錯人要否定曾經的付出。於是人會本能的解釋、合理化、找借口，最後連自己都信了。這才是校府最狠的地方。他從來不是在笑那些蠢人，很多關係不是毀於欺騙，而是毀於心知肚明。很多人生不是輸給現實，而是輸給僥倖。可成長這件事，偏偏只發生在面對真實的那一刻。一個人真正成熟，不是學會了多少道理，而是終於有一天敢對自己說一句：這件事就是我錯了，這個人就是我看走眼了，這條路就是我選錯了。這沒什麼丟人的，真正丟人的是明明知道錯了，還要花一輩子證明自己沒錯。馮夢龍活了70多歲，看遍了世道人心，最後留下校府，留下595個笑話。可他真正想留下的，
也許根本不是笑話，而是一面鏡子。鏡子不會替你解決問題，不會替你改變命運，不會替你走出困境，但它能讓你看見自己。而很多人一輩子最大的遺憾，不是沒成功過，而是從來沒有真正看見過自己。所以聽到這裡，如果你忘了前面所有故事也沒關係，你只要記住一件事：騙子其實不難防，難防的是那個總想給自己找理由的人。因為別人騙你一次，你會長記性，可如果是自己騙自己，很多人會騙一輩子。笑甫寫了595個笑話，馮夢龍真正想笑的，從來不是那些故事裡的人，而是每一個明明看見真相，卻總想繞開真相的人。400年前，他把鏡子擺在那裡；400年後，鏡子還在那裡。區別只在於，有人照完以後轉身就走，有人照完以後終於看見了自己。可595個笑話最後都指向同一個人，不是騙子，不是傻子，不是壞人，而是那個每次面對真相時都想替自己找個理由的人。如果有一天你終於不再替自己解釋，那一天才是真正的清醒開始。可最後笑到的從來不是別人。如果你喜歡這種從古書裡拆解人性的內容，記得關注清醒破局。下一期我們繼續看清人性，也看清自己。